我第一次去男朋友家里过年，未来婆婆就在餐桌上给我立下的3条规矩：第一，不许上桌吃饭；第二，晚上不许睡家里；第三，以后结婚工资必须上交。我看了眼一旁默不作声的男朋友，反手就把饭桌掀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一会到家了，要是我妈说了什么难听话，你先别反驳，她就那样，刀子嘴豆腐心，不会害了我们的。我看着眼前男朋友紧张的神情，忍不住笑了一声。小高同学，你怎么比我还紧张啊？高兴俊那张黝黑的脸瞬间染上了红色。我不是担心吗？自从我爸去世后，我妈就一个人打点这个家，她吃了一辈子苦了，不容易。你放心吧，我打小就受长辈们喜欢，肯定能和未来婆婆相处好的。我呆呆地看着旁边正在开门的男朋友，在心里反复捣鼓着一会见到男朋妈妈要说的话。门打开后，我刚进屋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看见一个穿着朴素的老太太向我走来。小暖是吧？哎呦，可算等着你了，我这正要包饺子呢，还不快洗洗手来帮忙。我刚要扬起的嘴角瞬间僵住，刚进屋就让我干活，刚要说话，手就被握了一下，一转头就看见高兴俊对我摇了摇头。行，包饺子是吧？我最会包饺子了。说着，我就挽起衣袖，跟着进了屋。我在洗手间调整了一下情绪，正要开门出去，就听见有人敲门。我一边擦手一边开门，门才打开一个缝，外面那人就猛地打开门，我一时没站住，往前摔了个跟头，还没站稳，就听开门那人嘲讽地说：“你就是我哥的女朋友啊，也不怎么样嘛。”我刚要发作，那人就摔门进去了。我压抑住烦躁的情绪，找到了高兴俊，把他拉到一边，小声地问：“你们家什么情况？你也没和我说过你还有一个妹妹啊？”高兴俊顿了顿，开口说道：“那不是我的亲妹妹，是我妈当初领养回来的，和你一边大。不管是不是亲妹妹，你最起码要和我说一声吧。”这时，突然有人拉住了我的胳膊，我回头一看，正是进屋时招呼我包饺子的老太太。暖暖，这是咱妈，姓刘，你跟我一起叫妈就行。刘秀兰动作夸张地把我扯走。都等你多长时间了？小姑娘怎么这么磨叽？俊俊想吃你这口饺子，真不易哦。我回头看了一眼站在原地的高兴俊，高兴俊，你怎么还站在那？一起帮妈包饺子啊？刘秀兰突然惊讶地说道：“哪有大老爷们做饭的？我们这些女人做就好了。”我抬头又看见刚才摔门那小姑娘从厕所出来，那小姑子怎么不一起？哎呀，小妍她还是个孩子，能干什么活？我面上不显，心里却翻了个大大的白眼。刘妍跟我一边大，她是个孩子，我就是不是都干不了活，就我能干，这是把我当低等劳动力使呢。虽然内心有众多不满，但毕竟第一次来，想给未来婆婆一个好印象，便开始忙活了起来。我坐了一上午车，又在厨房里帮忙干活，没一会儿就有点低血糖。我把这门站了好一会儿，妈，我有点低血糖犯了，先去坐会儿。刘秀兰却一脸不满：“我都干了一上午活了，也没这么多毛病，你怎么这么娇气？俊俊怎么找了你这么个……”后面的话我已经听不清了，也不想听。高兴俊看我坐在沙发上难受，就把放在餐桌上的草莓给我。我刚要吃，就听见一个尖锐的女声：“啊，你怎么吃我的草莓？那是我的。”刘秀兰听见声音急忙出来：“小暖，你跟你妹抢草莓做什么？你吃旁边这个香蕉，都一样的。”吃完香蕉，我又缓了一会，
才恢复正常。抬起头，却看见刘岩躺在高兴俊的身上，嘴里吃着草莓。他吃完草莓尖后，就递给高兴俊。高兴俊也没觉得什么不妥，张嘴就吃了进去。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高兴俊听见我说话，想让刘岩从他身上下来，刘岩却不为所动。吃草莓呗，能干什么？大惊小怪。这时刘秀兰也走了过来。哎呀，小暖，他们两个从小就这样，亲得跟一个人似的。我虽内心不快，但是在长辈面前也不好发作，只能忍着准备一会和高兴俊单独说。家里的亲戚陆陆续续的都到了，我坐在沙发上和他们交谈，转眼就到了饭点。我帮刘秀兰打下手，忙完后正准备入座吃饭，就被刘秀兰叫住。小暖啊，在我们高家有女人不能上桌吃饭的规矩，你去厨房里吃吧。从进屋到现在就一直不痛快的我被这句话彻底惹怒了。我抬头看了一圈，除了刘岩坐在了高兴俊旁边，确实没有一个女人。小暖，还不快起来去厨房吃饭去，昨天的剩饭就够我们俩吃了。我抬手用力拍了下桌子，站起来，一时间整屋人的视线都落在了我身上。我从进屋忙活到现在，饭都不让我吃。刘秀兰的眼睛一下子瞪溜圆，喘气声也变大了起来，活像个大公鸡。你还有没有规矩了？跟谁在这拍桌子呢？你爹妈没教过你，今天我就给你立规矩。我看着他这滑稽样，实在搞笑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刘秀兰的脸瞬间气得通红，声音也更大了起来，像是要让整栋楼听见一样。第一，你以后不许上桌吃饭，这是我们高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。第二，晚上你不许住这里，你第一次来，谁知道身上有没有脏东西？就算是住，你也必须睡客厅，因为我们小妍要和俊俊睡一起，他们从小都这样，习惯了，不能因为你来就干扰他们兄妹情。第三，你以后的工资必须上缴，谁知道你是不是骗子，想骗我们家的钱，才不让你得逞嘞。我没说话，而是低头看向了一旁的高兴俊。他妈说了这么一大串无理的要求，他总该有点反应吧？可我想错了。高兴俊闷头吃着饭，就像没听见一样。刘岩在一旁边吃饭边往高兴俊身上凑，哪像什么兄妹，倒像是一对。我冷笑了一声，反手就把饭桌掀了，不让我吃是吧？都别吃了。霎时间，周围一片寂静，地上一片狼狈，有的人的身上甚至也沾上了菜汤。还未等刘秀兰开口骂娘，我就冷静地说道：从我进屋起，你就指挥我做这做那，这还没结婚呢，结婚我是不是还得跪地上伺候你们呢？瞧你那副样子，小嘴一张不说人话，远处看你还以为是公鸡要打鸣呢。我转头看了一眼因为受惊抱在一起的两人，冷笑了一声。我看你们也别找什么男女朋友了，一起过日子得了。知道的你们是兄妹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对呢。刘岩顿时小嘴一撇，扭头拉着高兴俊：哥哥，你看看他，这还没嫁进咱家门就这样，嫁进来不还得欺负死我？行了，你也别喊你的情哥哥了，你情哥哥让这一桌子菜毒哑了，说不出话了。刘岩气得站起来，一只手拉高兴俊，一只手指着我：周暖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想再嫁进我们家来。我突然大笑起来，边笑边说：你们这是什么宝地吗？人人都想来拉一泼屎。突然有一个老头把筷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周暖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一个是你未来婆婆，一个是你未来小姑子，你不伺候他们也就算了，现在还在这侮辱他们。我像是听了什么新鲜事似的，捂住了嘴。伺候他们？我是保姆吗？
保姆都得给工钱呢。我进屋到现在就给我吃了个香蕉，现在连上桌吃饭都不行，到底是谁过分呢？我请问。这时，刘秀兰突然大喊着，指着门，胸口剧烈的起伏：“你给我滚出去！一个小婊子还蹬鼻子上脸了，滚！”我抬手扇了刘秀兰一巴掌，扭头就走，不管后面传来的女高音以及怒骂声。刚才还装哑巴的男朋友这时恢复了语言功能：“小暖，我们来之前你答应过我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妈？”我不搭理他，他就伸手来拽我。这么冷的天，你还怀着孕，要去哪？方才还在骂爹骂娘的刘秀兰突然止住了声，怀孕了。我拿起我带来的礼品，关门之前笑着对高兴俊说：“去哪？去打胎呀！”说罢就不再理会屋内的人，转身下来楼。虽然刚才对高兴俊失望透顶，但当我到楼下时，发觉他并没有追上来，心里还是止不住难受。这次来本来是商量结婚的事，现在看来已经不用了。大过年的宾馆也没几家营业的。高兴俊的老家在郊区，我只能打车回到我市中心买的房子。就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，一看是妈妈来视频，我的鼻头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姑娘啊，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虽然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哭，但是在听见妈妈声音的那一刻，我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。电话那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个人：“大姑娘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那家人对你不好？我现在就开车去你那。”我刚要开口解释说没事，视频就被掐断了。我担心爸妈这么晚出门不安全，一直发微信解释说我没事，只是想家了，但是一直没收到回复。最后妈妈打字告诉我已经出发了，让我把地址发给他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告诉他们我回到了市中心的房子，现在过年订不到票，从波汉市开车到这里最快也要1天。我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好不容易睡着，却被一阵嘈杂声吵醒。这个房子隔音特别好，除非是站在屋里说话，否则不会听得这么清晰。我顿时被吓醒，打开卧室门就发现高兴俊拉着刘岩和刘秀兰在屋里来回转，看着我起来，他们没什么反应，倒是刘岩指着我，准确的说是指着我的身后：“哥哥，这个房间还没看过呢，快带我参观参观。”还不等我反应，刘岩就拉开门闯了进去。我的房间连着一个非常大的衣帽间，值钱的东西也都放在衣帽间里。我刚要跟进去，就被刘秀兰拉住：“小暖，你说说，你也太冲动了，这么折腾，动了胎气怎么办呢？我认识一个老中医，马上就到了，让他来给你检查检查。”我甩开刘秀兰的手喊道：“滚出我的家！”高兴俊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：“昨天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可是那是我妈妈，我也没有办法做出忤逆她的事情。她把我拉扯大，很不容易。”我抬手打掉高兴俊放在我头上的手：“你妈不容易，你妈是因为我才不容易的吗？既然你说你妈不容易，那昨天在你家你怎么不帮你妈做家务活？你不会，你只会像一个四肢瘫痪的人躺在床上等着你妈来喂你。我嫁人是为了享福，不是为了去你家做保姆。”这时刘秀兰倒体贴起来，拉着我的手坐在了沙发上。“哎呀，小暖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你马上就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了。”就在刘秀兰长篇大论地说一些假装对我好的话时，刘岩从我的房间里出来了：“哥哥，你看我穿这件衣服好不好看？看我戴这个项链是不是很漂亮？好家伙，这是把自己当女主人了。”刘秀兰慈祥地看着刘岩：“
好看好看，你喜欢你就带着，你嫂子不会说什么的，都是一家人，东西放下，不然我就报警说你偷东西。但是你脖子上的项链就1万多块，已经可以立案了。我扫了他一眼后，语气平淡地说道。高兴俊满眼失望地看着我，小暖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变成什么样？别忘了，这是我的家，我好像没有允许你们进来吧？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我完全可以报警。就在这时，刘秀兰故作亲昵地把头搭在我的身上。哎呀，小暖，说什么见外的话？你都有了高兴俊的孩子了，我们很快就会是一家人了。我喝了一口放在茶几上的水，很快就不是了。这个孩子我不会留下来。刘秀兰瞬间脸色大变，你这是谋杀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要亲手杀了我的孙子吗？我被这句话笑得合不拢嘴。你真会说笑，胚胎没有人权，就算流掉在法律意义上也不算杀人。刘秀兰却像是疯了一样拉扯着我，不行，那是我的孙子，你没有资格，没有权利流掉他。如果不是小妍和俊俊有血缘关系，你以为会轮到你这个小婊子吗？刘秀兰俨然已经被我的发言气昏了头，说话都开始变得语无伦次，其中的内容更是震撼到我。高兴俊听了刘秀兰的危险发言后，要伸手拉我，想要跟我解释，可是我已经被烦得头昏脑胀，没有心情，也没有余力再和他们掰扯。我拿出手机威胁他们，如果你们再不走，我就打电话报警。高兴俊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，拉住刘秀兰和刘岩就往外走。打开门时，刘秀兰找的那个中医也刚好到，他刚要说话，就看见我把高兴俊3人踢出门外，还未等他说话，我就把门关上了。我被烦得头疼，想要回卧室躺一会儿，刚进卧室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住了。整个衣帽间被翻得面目全非，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发现丢了不少贵重的首饰。我想起刚才刘岩进卧室后就直奔衣帽间，并且刚才我和高兴俊他们在客厅争吵时也没有刘岩的身影，想必是在这个时候钻进衣帽间里偷的。我没什么太大的反应，只是拿出手机点开了衣帽间的监控。笑话，放那么多贵重物品，我怎么可能不装监控？我把监控画面剪辑好，发给了高兴俊。就在这时，短信提示音响起，聊天界面上赫然是我的私密照片，以及威胁的话语和一个地址，想必是想见面谈。我盯着屏幕，直到眼睛酸涩。最后在手机要黑屏的前1秒回复了好。下午3点，我准时到达约定的地点。高兴俊把约定地点定在一个饭店包厢，想必是不想让别人听见谈话内容。刚进包厢，我的手机就被刘秀兰抢走。一抬眼发现刘岩依旧像没骨头一样躺在高兴俊的怀里。妈，这么做就对了，我看好多拿着手机录音的，咱们可不能给他这个机会。看见我进来，高兴俊一改往常温柔的样子，周暖，我们就直说了，你不想和我结婚，我也不会和你结婚，你只需要把孩子给我生下来，最好是男孩，如果不是男孩的话，我会和你再生一个。见我没有说话，高兴俊从包里拿出一叠打满了马赛克的照片。我不是和你商量，而是命令，如果你不配合，我会把这些原片发布到网上。那你妹偷我的东西不还回来吗？监控画面可显示得明明白白呢。刘秀兰突然冲上来冲我喊道，什么偷？那是你送给我们小妍的，你个小婊子，诬陷谁呢？你必须把监控视频给我删了，不然我们就把你那些丢人现眼的照片发到网上。
你也不想让你爹妈看着吧？可就算我配合了，如果你们到时候说话不算话，把这些照片发到网上怎么办？”就在这时，刘岩贴在高兴俊的耳朵上说了几句话，想让我们删掉照片可以，等你删完监控视频，配合我们生完孩子后，你再赔偿我们500万。谁让你诬陷我们家小妍呢？高兴俊搂着刘岩，趾高气扬地说道。刘岩和刘秀兰在旁边一唱一和。对了，妈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从他家拿出来的那些东西，个个都价值不菲，500万他肯定能拿得出来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就在高兴俊以为我不会同意时，我淡淡地问道：“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”高兴俊被我这句话乐得不轻。小暖，你还对我恋恋不舍呢，还问我什么关系？如果非要理解的话，你现在也就算个代孕的。要不是我心疼小妍，我怎么会找你这么个暴发户？我低下头，像是被他这句话伤到，带着一丝哭腔说道：“好的，我同意你的要求，但是我得先回一趟家。我现在手里没这么多钱，我需要倒一下钱。”刘岩听着我同意，立马点头道：“可以。”我拿回手机后，在他们的注视下删掉了刘岩在衣帽间偷东西的监控录像。我出了包厢后，听见屋里传来的欢笑声：“儿子，咱们这回可捞着笔大的了，快，想吃什么点什么，咱们以后可不缺钱花喽。”我擦了擦眼角本就不存在的眼泪，意味不明地扬起了嘴角。我回到家没一会儿，爸妈就给我打电话：“暖暖呢？开门，我们到了。”我打开门，看到他们关心的神情，一头扎进了他们的怀里。“爸妈，我好想你们。”等我稳定好情绪后，告诉了他们这2天发生的事情。哼，我早说什么了？那个小子不像表面上那样老实。当初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，你还和我们闹离家出走。我愧疚地低下了头。妈妈重重地打了他一下。你看姑娘都让人欺负成什么样了，你还在这儿说风凉话。姑娘，我们现在就去报警。我并没有同意妈妈的意见，只是深沉地说一句：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欺人太甚。就别怪我挖坑让他们跳了。爸妈看我另有打算，就没再插手。陪爸妈在市中心玩了2天后，高兴俊又给我打电话了：“小暖，你收拾下行李，明天我们来接你回家休养，让妈照顾你。”我没有过多的犹豫，立马应下了。送走爸妈后，我在卧室里制定策略，在衣帽间挑了许多一眼贵的首饰，还带了好多大牌包包。收拾好行李后，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对明天充满了期待。小暖，你带这么多行李做什么？家里什么都不缺。高兴俊皱着眉头说道：“换了一个新环境，我会不适应，多拿些行李也能减少不适应感，心情好对胎儿也会好。”高兴俊一听是为了孩子好，便不再多说什么。上次被我掀翻的桌子现在已经被收拾好，地板也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刘岩还是老样子，像没骨头一样躺在沙发上玩手机。小暖啊，来，这是你的房间，你自己睡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们就不会把那些照片发到网上的。我看着眼前比我家厕所还小的卧室，嘲讽地笑了笑，但是嘴上却乖巧地应好。我把带来的首饰品包包放在卧室桌子上排整齐，并把事先准备好的针孔摄像头藏在纸巾盒里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刚准备好这一切，刘岩就推门而入，桌子上的首饰品包包让他移不开眼。我故作紧张地对他说：“这些东西都很贵重，我不会给你的。”刘岩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我才不稀罕呢。但是直勾勾的眼神暴露了他的心理。我故意说了一句：“你不要碰我的东西”，然后就出去了。
在我换好鞋，刚要出门的时候，刘秀兰突然紧张地拉住了我：“你要干什么去？孕妇也需要适当的运动，对胎儿有好处。”刘秀兰重复了几遍我说的话，就连忙点头：“对对，做运动。俊俊啊，你陪小暖出去。”刘秀兰喊完高兴俊后，又恶狠狠地看着我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别想耍什么花招，不然你的那些不要脸的照片，可就要让全世界的人看见了。”我在小区里无聊地转了一圈后，回到房间后，桌上的奢侈品果然少了很多。我在心里忍不住犯嘀咕：这个刘岩也真是傻，偷也不偷个小件，专拿显眼的，一看就知道少了什么。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，我不吃鱼肉。我看着桌上的鱼汤，忍无可忍地说道。刘秀兰满不在乎地给刘岩加肉：“你可以不吃，但是我大孙子必须吃上。要是饿着我的大孙子，把你卖了，你都赔不起。”我到这的第二天，刘秀兰就找来上次说的老中医给我看诊，说是把脉就能知道是男孩女孩。我对此肯定是不信的，但是刘秀兰却很信任。在得知是男孩的那一刻，刘秀兰兴奋的眼睛瞪得溜圆，额头上的皱纹更是被挤在一起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吃的东西就从普通饭菜变成各种补汤，连水果都变成了各种酸果子。可是我讨厌鱼腥味，也不想要吃酸的。不过我的喜好并不重要，刘秀兰只想要我肚子里的孩子。自从那次在饭店说开后，高兴俊和刘岩也不再在我面前掩饰，虽然以前也没过多掩饰，但是现在更加过分。两人经常不分场合的亲嘴，甚至晚上还能听见房间里传来的娇喘声，常常恶心的我睡不着觉。我带来的奢侈品被刘岩偷走了大半，但我像是没有发现一样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他偷走一部分，我就补上一部分。就这样喝了几天鸡汤、鱼汤各种汤后，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。我把需要的监控画面导入手机里，毫不犹豫地打了报警电话。刘岩偷的奢侈品加起来都超过50万了，足够让他进去蹲几年了。至于剩下的那2个人，一个也别想逃。警察到的时候，家里乱成了一锅粥。刘秀兰更是冲上来打了我一巴掌：“你个小娼妇，一会儿没看你，你居然敢报警！”警察看见刘秀兰那张牙舞爪的样子，连忙上前把她压制住。刘秀兰看着矮小，力气却大的把警察的脸上挠了好些个口子。到了警察局后，刘秀兰也不消停，一直说一些侮辱人的话。高兴俊一直与警察说都是误会，要私下调解。但当我把监控画面和丢失物品的发票交给警察后，警察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这些东西可不是个小数目。刘岩还在不停地狡辩说这些东西是我送给他的，不存在偷窃。我与刘岩说，只要他能把这些东西原样奉还，我就同意私下调解。可实际上，我知道刘岩把在我这偷的东西全部卖出换成了钱，只留了几件他喜欢的。至于这些卖奢侈品的钱，从刘岩平时出入的会所以及近几日越发细腻的脸庞，就能看出来他把钱花在哪了。刘岩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，他赶忙向刘秀兰和高兴俊求助。可高兴俊平时吃我的穿我的，说白了就是个吃软饭的，哪拿得出这么多钱？至于刘秀兰，她全部的积蓄都用来买她那个老破小房子，每个月的养老金也都用来还房贷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。就在这时，高兴俊贴在我的耳旁警告我：“周暖，别忘了，你的那些照片还在我手里。”我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，
又拿出手机给警察听了一段录音。警察原本就不好的脸色更加阴沉了。警察先生，我要起诉他们盗窃罪以及敲诈勒索罪。刘秀兰疯了一样的抓着头。不对，那天我明明拿走了他的手机，为什么他还能录音？说着就要向我跑来，可没走几步就被警察制止住。离开公安局的那一刻，我一身轻松。高兴俊和刘岩被暂时拘留，等待庭审，而刘秀兰因为频繁妨碍公务，暂时拘留1周。1周很快过去，刘秀兰刚出来的时候，上我市中心的房子骚扰了好几天，但因为我不在家，刘秀兰最后也只好放弃。不过没几天，我的私密照就在网上爆火。哎，给你看个好东西，这还只是照片，还有视频，不过视频要花钱买，你看不看？我的社交软件的评论区瞬间被一大群网友霸占，评论区清一色的，看了姿色不错，还有求视频的，还有自称是我的同事或者同学的，爆料我私生活混乱，经常和不同的男人去酒店开房，我担心爸妈会受到影响，把他们送到国外去散心了。看着评论区的污言秽语，我找到了刘秀兰。怎么样，小婊子？我告诉你，我也不在乎那个孩子了，有的是女人给我们家大儿子生孩子。几天不见，刘秀兰变得更加苍老，见我没有反应，她像是发了疯一样张牙舞爪。你个小娼妇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撤诉，我就让全世界都看见你那些不要脸的照片和视频。我平淡地说了一句，你已经这么做了不是吗？刘秀兰突然疯了样的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是啊，我已经这么做了。你毁了我的女儿和儿子，我也要毁了你。不过你也算有点用处，你知道你的那些视频我卖了多少钱吗？我看了一眼他癫狂的模样，你知道吗？你以牟利为目的传播那些东西是犯法的，更何况你的那些视频里的主角好像并不是我。刘秀兰听到我说的话后，激动地喊道：怎么不是你？视频里不是你的脸吗？我给他看了眼我锁骨上新闻的纹身，看，我有这个，视频里的那个人没有。你不仅对我造谣，还拿这些东西换取钱财，我想我有足够的理由送你进去了。刘秀兰突然从包里拿出一把刀，猛地挥向我。我抓住她的手臂向下向左扭，另一只手压在她的背上向右使劲。刘秀兰的手被我拧脱臼，刀也掉在了地上。刘秀兰的脸疼得扭曲，嘴里却依旧在骂我，各种难听的词汇都往我的头顶上放。我用提前准备好的绳子将刘秀兰绑在一边，掏出手机报警。既然你这么想你的儿子，那我就送你进去陪他们。我到公安局后，把我事先准备好的起诉书拿出来，并把刘秀兰持刀挥向我的视频交给警察。没过几天，就到了开庭时间。最后的审判结果，高兴俊和刘岩被判无期徒刑，刘秀兰被判有期徒刑30年，并被没收财产。虽然高兴俊3人的审判结果已经出来，但是网上的污言秽语依旧没有停止。于是我开通了网络直播，开启直播间后，大批网友涌入直播间，但是评论却没有一个正常的。讲述完高兴俊3人的犯罪过程以及审判结果后，我的直播间人数超过了20万，评论区也不像刚开播那样充满了污言秽语，现在的评论区充满了关怀以及鼓励。经过这次直播，我的粉丝涨了数十万。不过我并不想拿这种事赚钱，在我发了几条关于遇见了这种事我们应该怎么做的视频后，选择了注销账号。这段时间发生的事让我变得疲惫，
孩子在刘秀兰被拘留的那一周，我就打掉了。都说孩子是无辜的，但是我一想起高兴俊一家丑恶的嘴脸，就对这个孩子喜欢不起来。在父母知道这件事后，刚开始说我就会乱来，最后却哭得像个泪人。因为交友不慎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也愧对父母。为了补偿他们以及转换我的心情，我们选择了全国旅行，生活会越来越好的，不是吗？全剧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在与宋启元纠缠了2年后，某天我像是突然脑子开了窍，我想好了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将离婚协议书甩在他面前，毫不客气地坐在他对面，漫不经心地看着他。你又在耍什么花样？他皱着眉看向我说道。我将双手撑在他对面的桌子上，低下头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老娘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一想到结婚的这2年我过得有多憋屈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婆婆找事，丈夫出轨，这些我竟然都忍下来了。我不禁对我前2年的恋爱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说到这儿，我就不得不佩服萧晴了。分手出国，竟然还能让宋启元对她念念不忘。结婚纪念日那天，宋启元照旧没有回来。第1年的时候，他还装样子，后来索性装也懒得装了。我去宋启元公司找他，由于是晚上，公司基本没人了，所以我直接去了他的办公室。也就是那天巧，一进门就撞上宋启元和萧晴2人你侬我侬，孤男寡女，干柴烈火烧得正旺。我在门口足足站了有5分钟，2人都没发现我。呵，我低头自嘲般的笑了一声，擦掉落下的一滴不争气的眼泪，拿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，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冬天的风很冷，吹得我头有些疼。我就那样在街道上慢慢走着，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。我们已经结婚2年了，宋启元自始至终都没有碰过我。我知道他心里一直都有萧晴，可我不在意，我就是喜欢他，所以我才立马答应了联姻。这2年，我兢兢业业，想要做一个合格的妻子，做人做事都给足了他的面子。即使他再怎么对我冷淡，我都一直觉得始终有一天他会爱上我的。婆婆一直看不上我，觉得我和他儿子结婚是我高攀了。毕竟在他心目中，他儿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。况且结婚2年，我肚子都没动静，他更是对我不满，稍不满意就会对我使脸色。不过他似乎不知道，这场婚姻里，宋启元才是那个最大的受益者。我复盘这2年的生活，思来想去，到底是我咎由自取，是我对他们太过放纵了，让他们认不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所以才敢一而再再而三地过来挑衅。所以2年了，还忍吗？不忍了。如果不是萧晴回国，我想我还会继续这样生活下去。可他的回来让我意识到，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值得。他萧晴的青春就是青春，老娘的青春就不是了吗？所以我火速给我的律师朋友打电话，让他帮我起草一份离婚协议书。文文听到我想离婚的想法，简直喜大普奔。念念，你终于开窍了。电话那头的文文喜不自禁。很快，离婚协议书便起草好了。我拿着热腾腾的协议书，马不停蹄的就往宋启元的公司赶去。前台看见我，马上过来，欲盖弥彰的说道：宋总他正在开会。我瞥了他一眼，继续向前走去。他继续挡住我的去路。怎么，这公司我是来不得了？不是，宋总他……前台一脸为难的说道。呵，他倒是个怕事的，让你过来拦着我。我不以为然，摇了摇头，继续向前走去。想不到这个前台倒是个护主子的人，竟还挡在我的面前不肯让步。
我看着他忠烈的样子，不禁觉得好笑。保安！我扭头将保安喊了过来，一个眼神过去，他们便将他清理到了一边。走了2步，我又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挑眉说道：明天你不用过来了，你可以去财务那结算工资。说罢，我直接奔着宋启元的办公室上去。一进门，萧晴惊慌地从宋启元身上下来。你来干什么？宋启元一脸不悦，清了清嗓子，完全没有被捉奸后慌乱的样子。当然是给你们送好消息来了。我慢悠悠地走过去，一步步走向萧晴。她的口红花了一脸，看上去很是可笑。看到我，萧晴抬脚就想走，我拽住她的胳膊。宋启元马上警惕地看向我，我也不以为意，冲他说道：不用走，你也跟着一起听。说着，我将包里的离婚协议书拍到他的桌子上，拉过凳子坐下，轻飘飘地指着他说道：签吧，签了他，你俩可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。听到这句话，萧晴的脸色大变，宋启元也沉不住气，说道：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轻蔑地笑了笑，你在心虚什么？他看了眼桌子上的离婚协议书，说道：你又在耍什么花样？听到这话，我挑了挑眉，花样？论花样，谁比得上您啊，宋大老板？他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我丝毫不惧惮，仍然翘着二郎腿坐在转椅上，戏谑地看着他。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，他咬着牙说道。宋启元，你真当自己是哪根葱？老娘要跟你离婚，你离也得离，不离也得离。我站起来，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你……他被气得说不出话，我心里倒是爽得不行。他以为我还是之前那个唯唯诺诺的那个苏念吗？就像当初结婚一样，他不愿意也得愿意，现在离婚也是。你妈不是一直嫌我生不出来孩子吗？现在好了，你找个能给你妈生出来孩子的人，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。我将目光放在萧晴的肚子上，听说她已经怀孕3个月了。不得不说，他们的速度倒是很快，不过才回来4个月而已，肚子里这么快就有了宋启元的重了。他此时躲在宋启元的后面，假模假样地拦着他，不让他生气。然而在宋启元看不见的地方，他挑衅地看着我，接触到他投来的目光。我笑了笑，轻声问道：萧小姐当初是为了什么出国来着？这一下无疑是戳中了他们的痛处。只要是认识宋启元的人，谁不知道当初萧晴抛下他是另找了个更有钱的，当时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消沉了好久。我也是不挑，随便一个垃圾我捡起来当个宝一样。这2年他的公司能上市，我们家也是出了不少力的。想到这里我就痛心，白白浪费了多少财力与人力出去，到头来却便宜了这样一个垃圾。不想跟他们浪费时间，我皱着眉头看向他们说道：你们2个怎么样？都跟我没关系了，现在马上签字离婚，懂吗？宋启元没有动，我在心里轻蔑地笑了笑。他想的什么，我还是清楚的。宋氏集团如今正在准备一个更大的合作，这个节点突然宣布离婚，合作项目肯定泡汤。他舍不得我给他带来的利益，却又对以前的人念念不忘，这样一个人真让我觉得恶心。萧晴这时走到我身边，一脸要哭不哭的样子。他这模样，要是在宋启元那儿就是引人怜爱，在我这儿就只是心烦。他柔柔弱弱地开口：念念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和阿元什么都没有的。说完，眼泪水都流了下来。哟哟哟，还阿元，叫的这叫亲切，还什么都没有，说出来自己能信吗？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向后退一步，不让他碰到我的衣服。
没想到他竟然拉着我的手向他身上推了一下，假装被我推倒，然后开始痛苦的呻吟：“阿元，我肚子好疼。”他演得倒真像那么回事，嘴唇颤抖地向宋启元喊着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宋启元慌张的模样。他蹲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将萧晴扶了起来，担心地询问：“小晴，怎么样？”萧晴一脸痛苦，演得倒真像是出了什么大事似的。宋启元见状也不再冷静，瞬间将他抱了起来，就要去医院。我在一旁看着他俩演戏，顺便煽风点火。哟，该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宋启元扭头生气地冲我吼道：“要是小晴有什么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我跑出门外向他们喊道：“月份还小，宋总可要悠着点，别再像前几天那么折腾了。”这时，公司上下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向出去的两个人。既然我赏你脸，你还不接着，索性要丢就丢个大的喽。这么一闹，字也没签，婚当然也就没离成。文文怕我一个人应付不来，早就在公司楼下等着我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他竟然还把媒体也请过来了。从宋启元抱着萧晴出门开始，媒体就把这些全拍得一清二楚，加上之前我拍到的照片，直接搞得满城风雨。他们的事尽人皆知，这下无论宋启元想不想离婚，都由不得他了。婆婆打来电话，马上劈头盖脸地骂道：“你这个祸害，还嫌我活得长吗？”换做以前，我肯定认真听他骂完，然后去道歉，接着挨骂。可如今我只是觉得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将手机按到静音键，等他骂完，我才接起电话：“离婚吧，让你儿子跟我离婚。哦，对了，恭喜你终于要当奶奶了。”这么几句话就把那老太婆噎得说不出来话。她也自知理亏呀，想不到她也能有讲道理的一天，真是稀奇。我轻蔑地笑了一下。晚上，许久不着家的宋启元回来了，萧晴流产了。见面第一句话，他就开始晦气。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继续低头剥我的橘子。橘子的汁水在口中爆开，散发阵阵清香。半晌，我吐出一句话：“关我什么事？你……”他的脸通红，看得出在极力掩饰自己心中的怒火。他慢慢走近我，一字一句地威胁我：“苏念，别以为我不敢动你。”我胳膊环抱在胸前，盯着他的眼睛，不认输地说：“那你离婚啊？”他突然皱眉看我，仿佛第一次见我一般。我歪了歪头：“怎么，宋总难道舍不得我？”“呵，你想要恶心我，那我只会更加的恶心你。”那晚我们不欢而散，他只是回来拿了几件衣服，又马不停蹄地跑去医院。是啊，医院里可是有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初恋，即使声名狼藉，也要为爱奔波，真是感天动地的爱情。爸妈打来电话询问：“念念，新闻上报道的都是真的吗？你要不要紧？我让司机去接你。”这个混账！我捂着头，不知道要怎么解释。确实这2年我的情况都没跟别人透露过，除了文文，谁也不知道我这个名存实亡的婚姻。妈妈实在不放心我自己处在那个狼窝虎穴，连夜赶过来要接走我。没想到我那恶婆婆居然在我妈妈赶来的第2天也过来了。由于舟车劳顿，我就先让妈妈在我这住了一晚。第2天一早，我刚睡醒，就看见妈妈在厨房忙活给我做早餐。我想过去抱抱妈妈。这些事情发生后，我才知道有一个强大的、一直在背后支持你的家庭的重要性。不料大门突然就被打开了，来人正是我那个平时作威作福的婆婆。见我一副刚睡醒的样子，她又开始说教：“都日上3竿了才行，每天就花着我儿子的钱，
还给我找事。见我不说话，他更来劲了。怎么，现在还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你爸妈有教过你见到长辈先问好吗？一点礼貌都没有。此时我已经咬着后槽牙，拼命忍着怒气了。我妈突然出来，皱眉看着她，她似乎没想到我妈也在这儿，脸上的惊讶和心虚全都显露出来。怎么，在自己家还要看别人脸色生活吗？我们家小狗都知道要进门前先敲门，礼不礼貌用得着你过来说教？我惊讶地看着妈妈，妈妈却把我护在身后，气势上直接碾压她。我从来没见过妈妈跟什么人红过脸、吵过架，记忆中她一直是一个温婉的形象，没想到还能有这样的一面。婆婆突然笑了，露出一副讨好的面容。亲家母什么时候来了？早知道我就派司机去接你了。不用，我来接我女儿，有你什么事？我妈霸气的回应。说到这儿，婆婆的脸也挂不住了，看她被气得脸青一阵红一阵的样子，我就忍不住想笑。手机铃突然响了，我一看是宋启元。妈妈看到后，直接给我把手机按灭。没过多久，宋启元也过来了。待看到门内的景象后，也是有些震惊。他随即喊了声“妈”，也不知道是喊谁的。不过我看见我妈嫌弃的把头扭过去了。随即我妈命令我道：“走，换衣服，跟我回家去。”说着就将昨晚给我收拾好的行李箱推了出来。宋启元把我拦下来，将我叫到另一边，想问我怎么回事。我的另一个胳膊突然被我妈拉住，只听我妈说：“有事就在这说吧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”字字往宋启元和他妈心上扎刀子。宋启元神色暗了暗，他的脸色有些差，眼下还有黑眼圈，应该是昨晚照顾萧晴留下的。不顾宋启元和我婆婆的阻拦，我妈还是拉着我要走。一定要走吗？宋启元假惺惺地说道。我用力甩开被他拽着的手臂。离婚协议书你尽快签一下。司机已经在门外等着了，将行李放好，我们马上就离开了。看着这个我待了2年依旧没暖热的地方，终于要离开了，心中流露出一阵酸涩。车辆行驶得很平稳，一路上我依偎在妈妈的怀抱，像小时候一样。然而路过一个拐弯处时，一辆货车竟直直冲撞过来，司机拼尽全力躲避，撞到一棵树上。失去意识前，我听见妈妈一直在小声喊我的名字。我想睁开眼睛，全身却不受控制，即使在努力地保持清醒，却还是失去了意识。我做了很长的噩梦，梦里有宋启元，有萧晴，我被围在一个他们设计好的圈套里，努力的想要跑，却始终躲不过他们给我下的圈套。突然间，我被一个声音惊醒，入眼的是一片白色，仪器滴答滴答的在耳边响着。宋启元过来了，我赶紧闭上眼睛。事到如今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被他摆了一道。他的指尖轻轻触碰到我的脸庞，我极力忍住心中的恶心。苏念，真希望你没事。他轻轻地呢喃道。又一个推门声传来，应该是医生。他走过来，先检查了我身旁的一堆仪器，接着站起来和宋启元说话。安医生，他什么时候能醒？不清楚，不过按照目前的情况，估计2个月内应该可以醒来。2个月？宋启元的声音拔高惊讶道。2个月太长了，我等不了，最多1个月。阿晴等不了太长时间了。可是如果在病人没醒的情况下强行移植的话，后果很可能是1尸2命。宋启元还想说些什么，但一阵电话响起，随即我听见了匆忙的脚步声和关门的声音。我尽力保持心率平稳，
这些仪器可不是骗人的。听他的意思，他想把我的器官移植到萧晴身上吗？我迫切地想睁开眼睛，妈妈现在还下落不明，我醒来的事也还不知道能瞒多久，要怎么办？突然那个安医生说话了，既然醒了就别装了。我的心瞬间提起来，我知道那仪器上的数字肯定也在变化。我说呢，他一个医生又怎么会看不出来？我也没在假装，他刚刚没有拆穿我，既然发现了，那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呵，你身体不错呀，醒来的时间比我预期的要早。这个安医生长得倒是算一表人才，不过心黑不黑我暂且还不清楚。我妈去哪了？她怎么样？我盯了她许久，问出这样一句话。她笑了笑，挑了挑眉说道：你妈妈没事，已经被你爸接走了。我放心下来，不过立马疑惑，那我又是怎么到宋启元这儿来的？没错，宋启元伪造你死的假象，对外宣称你已经被爆炸炸到了悬崖下面。闻言，我抬头看向他，你为什么帮我？他蹲下来，轻轻触摸着我的脸，眼里充满着欲望。苏念，你是我这辈子遇见的第一个这么完美的人，你的器官，你的比例，甚至你皮肤的每个毛孔，而且你的血型很不一样，我从来没试过这样的实验。他越说越激动，眼里的疯狂令人毛骨悚然。所以，我算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了吗？当你遇到了一个变态，应该怎么样？说实话，当我心里确信这就是个变态的时候，我偷偷地咽了口唾沫。这辈子能遇到宋启元这么个神经病的人已经是很倒霉了，没想到我这么炸裂，竟然还能再碰到个变态。所以我要怎么抉择呢？经过深思熟虑，我决定选择迂回战略，先假意与安麦交好，让他能带我出去。不管怎样，先出去再说。不过既然醒了，我也不能亏待自己。好几天没吃饭的我，此时凌晨1点，饿得肚子直叫唤。安麦，我饿了。我拉住他的胳膊，让他给我些吃的。他出去了一会儿，回来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些面包、饼干什么的。我嫌弃地指着这一堆东西，吃惊地抬头看他说：就这些？只有这些？我可不管这些，叫唤道：我要喝粥、燕窝什么的软一点的东西。他直接拒绝了我。没有。我咬了口面包，噎得我差点没喘上气来。在他准备走的时候，我开口：明天没有我想吃的东西，我就什么都不吃了，反正饿死我呀，谁都不能得逞。他转过头，皱眉看了我一会儿。我自顾自地做自己的事，没看他，实则心里也在暗暗发怵。不过他只看了我一会儿就走了，我松了口气，拍了拍胸脯，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。我明白，只有将自己处于主导地位，才能不受他们控制。可怎样扭转乾坤呢？几乎是彻夜未眠。我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，而且还设计了好几条退路。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一死而已，大不了拉着他们一起给我陪葬。宋启元有2天没来这儿，所以这2天我能有多做就多做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安麦早点带我出去。我也不是没想过自己逃出去，可整个医院都是宋启元的人，想要逃走简直比登天还难，索性就没再执行这个计划。宋启元在我醒后的第3天又过来了，当时我正半躺在床上和安麦瞎聊，听到门外的动静，原本还活力四射的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忙躺进被窝，假装昏迷。还好他并没有待多久，只是看了我2眼就又准备走了。半晌没有声音了，我的脸被安麦戳了戳，我半眯起一只眼，确认房间只剩我俩之后，睁开眼睛，笑嘻嘻地朝他说道：怎么样，安医生？
我装得像不像？他朝我笑了笑，蹲下来和我平视，问道：你为什么不害怕我？我坐了起来，歪了歪头回答道：可是你现在又没有害我呀。他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发，真怪。在他走后，我嫌弃地抓了抓被他摸过的头发，简直想剃光。通过这2天的交流，我发现了安麦的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吃软不吃硬。所以我尽管在做，掌握好这个度，他也不会讨厌我，甚至会更纵容我。可这样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每天徘徊于虎狼之间，我简直用尽了毕生的聪明才智。老天会眷顾我的吧？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，我这样想到。半夜，一个黑影突然闪了过来，小心翼翼地走到我的床边。我心中警铃大响，瞬间精神起来。就在他要碰到我的时候，我悄悄地睁开了半只眼睛，正巧与他对视。我顿时瞪大眼睛，不可思议地看向来者。他冲我做了个噤声的动作。外面已经有人在走动了，应该是护士在查房。护士推开门走向我，我的心简直提到了嗓子眼。不过很快他就出去了。待他走远后，我悄悄坐了起来，招呼着床底下的人出来，可喊了几声，他居然没反应。喂，出来啊！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说道：别催，腿麻了，动不了。我晕，确定要派这样一个人来救我吗？没错，他就是我老爸身边的保镖。我一般喊他明哥。明哥，我们要怎么逃？我已经摩拳擦掌，准备好要走了，他却告诉我：先别急，那家伙不是还没动手吗？哥，你清醒一点，他动手那天，我可就很难全身而退了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告诉我说：没事。我听见他说明天就过来动手，他告诉了我他的计划。可在我告诉他安麦的存在后，他皱着眉头，愁容满面地摇了摇头。那就现在吧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几颗烟雾弹，启发了烟雾报警器。混乱中，他带着我想要冲出去，却在快到大门的时候被人拦了下来。宋启元站在门口，他的人将我们围了一圈。我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看，突然露出一个笑容。安麦此刻站在他的背后，手上的针管离宋启元仅有咫尺之遥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。此时，他突然控制住宋启元的脖子，命令他们放开我。明哥动作很快地冲出一条路，拉着我就往外跑。不得不说，明哥的业务能力是很好的。他的车就停在路边，坐上车后没做犹豫，立马开车走了。我看着离那个魔窟越来越远，心情也越来越放松。明哥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眼递给我，是文文。喂，念念，我就知道你没事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们现在怎么样？快到家了。当一切该发生的时候，所有的事会发生得很快。警察赶来后，将那所医院彻底查封，宋启元等人被带去问话了。我整整休整了3天，才缓过劲儿来。老爸的公司也从宋启元的公司撤了股。这些年，他们公司的合作方一大部分就是冲着我爸来的，没有我们家的支持，宋启元的公司现在也散得七零八落了。至于宋启元那个黑心肝的，早在散布我死了的谣言的时候，就跟我签了离婚协议书。我期盼着他早点死了才好，省得天天在我面前来碍我的眼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那场混战之后，宋启元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如同人间蒸发。他的人除了已经叛变的安麦之外，其余人全都被控制住了。所以到底是谁和他里应外合？是安麦吗？可如果是安麦，他当时又为什么要救我？这件事我久思不得其解。大概过了半个月，我和妈妈一起去医院复查身体。经过那件事后，
只要一出门，我的身边都会跟着保镖。好巧不巧，碰见熟人了。电梯里，尽管萧晴努力地遮掩着自己，可我还是认出了他。电梯缓缓上升，私密的空间无不透露着诡异。叮，是电梯到达的声音。我撇头看了眼身旁的女人，开口道：“你不出去吗？”她戴着一顶帽子和一个口罩，假装不认识我，没有说话，但也不出去。我看着她，莫名觉得可笑起来。明明这个女人在不久之前还光鲜亮丽的和宋启元一起出双入对，现在忽然成了这副样子，我感到有些好笑，摇了摇头感叹道：“哎呀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居然还能够全身而退。”电梯继续缓缓上升，我的楼层到了。出去的时候，扭头看了眼萧晴，她的脸色很不好，整个人看起来十分虚弱。我刚踏出去，又了折回去，低头与她对视。萧晴，你挺有能耐。说完便头也不回地扭头出去了。小姐，这人还要留着吗？保镖在我身后问道。我思索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你觉得他还能活多久？看他这个样子，估计也活不了多久了吧。不过看他那个样子，应该也造不成什么威胁了吧。派人继续盯着点他。宋启元如今找不到人，跟他相关的人一个个都给我调查清，也不知道谁告的密。萧晴当时怀孕是没错，可惜她肚子里的孩子却不是宋启元的，反倒她自己在国外倒是替别人生过一个孩子。当时回国只不过是急需给肚子里的孩子找个好爹，以及谋个好前程。只是后来她发现自己生病，便想把锅嫁祸于我，好找个好由头去打胎。哼，真是好心机，好算计。可世界上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宋启元到底是知道了，如此大的一个绿帽扣在他头上，任凭萧晴如何挽留都没法打动他。他就是这样狠毒又自私的人，只要是触及他的利益，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一脚踹掉。想想也真是好笑，曾经两人也算是情投意合，蜜里调油，没想到他宋启元居然顶了这么大的一顶绿帽子。我的人这段时间一直暗中观察着他。萧晴父母都已去世，那天从医院回去就什么地方也没再去。萧晴这条路看来是走不通了。1年的时间，宋启元都像是人间蒸发一样，毫无踪迹。宋启元，你喜欢藏事吧？那我就非逼着你出来。我借着生日的名义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生日会。就是这天，阿麦主动出现了。宴会整体下来是很顺利的，不过我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，突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瞥见了一个人影。我稍微留意了一下，在他扑向我的那一刻，我露出手环里特制的刀片，划到了他的手臂。不过这样对他根本没有什么威胁。他动作迅速地扼住我的脖子，即使伤口处已经流出了很多鲜血。此时保镖们都正在大厅内，走廊上一个人都没有。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，但马上冷静下来，笑着说道：“安医生，好久不见。”阿麦的刀抵着我的脖子，歪了一下头，侧脸看着我。这时许是我久久未归被大家发现了，一阵骚动传来，我被阿麦胁迫着转移地方。但殊不知我早已按动了手环上的求救信号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外面应该布满了人，一整个天罗地网正等待着他。果不其然，整栋楼都被我的人和警察围了起来。他从侧门带我出去，一出去便愣住了。我以自己为饵，虽然没把宋启元引出来，不过阿麦出现了，倒也不算坏。阿麦似乎知道自己在劫难逃，却像个不怕死的亡命徒，死死地用刀抵着我的脖子，
一步步走向人群。苏念，呵呵呵呵，他的声音嘶哑，笑声猖狂又瘆人，回荡在整片天空。宋启元，他突然朝人群的某个方向喊了一声，顿时所有人的目光看向那里。就是这个时候，他看准一个薄弱点，想冲出去，可到底他高看了自己，狙击手的枪在他准备行动的时候已经打了出去，正中肩膀。他的腿一软，刀片随之落地，一群人蜂拥而上，将他围住。他像是发疯般嚎叫：苏念，我一定要毁了你，毁了你！也就在这时，因为剧烈挣扎，他的衣服裂开来，肩膀上的纹身露了出来。我震惊地瞪大眼睛，这个纹身，相同的位置，相同的图案，宋启元也有这样一模一样的纹身。我将目光放在他的脸上，的确是安麦的样子，不过仔细看的话，还是有些奇怪的地方的。警察将他带走， DNA 检测报告显示他不是安麦，而是隐身1年半的宋启元。可安麦又去哪儿了呢？无论警察怎样盘问，他始终不肯说一个字。最后无可奈何，只能我去一趟，因为他松口。只见我一个人，我心中是万般不愿意。这种人，我是见一面都嫌脏。见到我，他明显有了情绪波动，不过很快就安静下来。听说你要见我，我将腿翘到桌子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他嗤笑一声，依旧摆着那个臭了吧唧的脸。他也挺有能耐，都到这份上了，还要故作高贵，也不知道在装什么。宋启元，你还记得你妈吗？听到这句话，他猛然间抬头，眼神里充满着恨意与愤怒。我没管他，自顾自地说了起来。你妈听到你被抓后，受不住打击，找了根绳子想要。闭嘴！他突然间暴怒。我笑了笑，问道：安麦在哪儿？他忽然又变成了个哑巴，两个极端的样子，仿佛不是一个人。我早就料到他不会开口，便漫不经心地说道：你妈她现在在精神病院关着，你想威胁我？威胁实在是谈不上。他真的以为自己是哪根葱，还用得上威胁吗？况且他妈妈现在跟傻子也没什么两样。我并没有去看过他，只是我派人去那里打听过。想想曾经还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女人，此时像傻子般只知道呆坐在床上，口中喃喃自语些什么。可惜他变成这样，全都是他咎由自取，也是他儿子做的孽，怨不得别人。不过我并没有说话，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他。对峙了几分钟后，他败下阵来，他最终还是开口了：安麦，他早就死了。哈哈哈哈！他突然变得面目狰狞，不过眼底里透露的疯狂却不言而喻。我皱着眉头看向面前疯癫的人，他讲故事般说出了这些事。原来他早就做好了两手打算，和外面的人里应外合逃了出去，然后偷渡到国外。因为安麦本身的国籍是国外的，所以他在国外借用安麦的脸苟且偷生。而且在这之前，他早已借着赠与的名义给了安麦一些钱，所以他才得以在国外进行整容手术。据说他貌似过得也不赖，而安麦早在他第一次入狱的1个月后便遇害身亡。所以是你杀了安麦？呵，一个背叛者，他早就不配活着了。我没再继续追问，一时间整个屋子寂静无声。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？他居然主动开口说话。我挑了挑眉，诧异地看着他。呵呵呵，因为你，当我在国外听到你的消息的时候，当我知道你过得很好的时候，我突然就想要把你毁掉，所以他不好过，也不想让其他人好过，是吗？我看着眼前精神近乎疯癫的人，难以想象在2年前我还近乎痴狂地喜欢着他。一想起之前的想法，
我恨不得马上穿越过去，给自己2耳刮子。什么眼光？说实话，我对他不仅有厌恶，还有失望。曾经我真的傻傻的以为他可以变好，可现在想想，倒真像个笑话。离开前，他第一次恳求我道：“苏念，求你照顾一下我妈。”我将他上下打量一番，开口道：“你觉得你现在有资格跟我提条件吗？”说完，我便转身离开，一丝希望不给他留。1个月后，随着一声枪响，宋启元这个人从此在这世上不复存在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